美华盛顿40名专家、6名前国会议员和几名空军以及CAE 的情报人员，他们在离职前呢，都曾与 UFO 有过相关的接触事件。一场 UFO 听证会呢，持续了5天30个小时，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呢，勇敢地揭露出了人类最大的秘密 UFO。这是历史上最具有意义的时刻。以下呢，故事非常玄幻，大家不要太当真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嗨，大家好，小唐。加拿大前国防部长保罗·赫勒呢，是此次听证会的一位重要发言人。赫勒呢，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加拿大皇家空军服役。战后呢，投身于政治，并成为了加拿大议会中的年纪最小的一位议员。从1967年起呢，他曾任加拿大国防部长以及交通部长。在1963年至1967年的国防部长期间呢，他曾接触过加拿大的 UFO 文件。尽管加拿大的 UFO 都属于美国的 CIA 但在这段时间里呢，赫勒还是得到了很多的机密资料。这一次呢，他在这个 UFO 的听证会上说得很详细。除了 UFO 和外星人之外呢，他还提到了目前地球上关于人类的一些重要情报。赫勒呢，在听证会上表示他在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呢，曾经看到过 UFO 的报道。因为当时他在忙着要将这个海陆空的和加拿大国防军合并起来，所以对于 UFO 的报道就没有太多的关注。曾有人寄来过一本书给赫勒呢，书名叫《罗斯威尔事后记》，是一位美国的军官詹姆斯·科索写的。他曾在美国的罗斯威尔战役中服役过，他曾经参与其中，所以这个科索就记录了罗斯威尔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将美国如何反向改造研究这个外星技术的细节呢，都记录其中。所以这个赫勒看了之后呢，就对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赫勒说那个时候他还不相信 UFO 和外星人，所以这个赫勒私下就向一位美国的空军将领还打听了一下，并从这位将领的口中证实了罗斯威尔事件的可靠性。从此赫勒就认识到自己之前接触过的这个 UFO 报告并不是空穴来风。于是呢，他就对这个 UFO 和外星人的资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决定将这个重要的秘密公之于众。据赫勒所知呢，至少有4个外星种族曾来过地球，而且他们在地球上生活了数千年。第一种呢，他说是来自于40光年以外的王古座，被称为灰人的外星人，他们分散在多颗行星上形成了不同的种族。那么第2个是来自于昴宿星的星群，位于1300光年之外的猎户星座，这是最早到达地球的外星种族。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呢有着巨大的影响，包括古埃及以及古玛雅文明等等。所以埃及的金字塔和玛雅的金字塔呢，都是腰带3星为基础的。根据不完全统计呢，猎户星座的75%都是人形，而14%呢是爬虫类，10%呢是黑皮肤，而1%呢是白皮肤。那么他说第3种呢是来自于距地球220万光年远的仙女星座。这个仙女星座呢曾经与地球上的少数人类呢有过联系。根据接触者的说法呢，仙女星座是一种蓝白色皮肤，大约有2米多高，它们和地球上的人类有着相同的身体结构和外貌特征。因为人族包括仙女星人都是从天琴星座而来，所以这个黑皮肤和白皮肤的天琴星座的基因就组成了早期的地球人。第4种外星人呢，他说是叫阿特拉星系种族。那么这种生物呢，他说很神秘，因为他们不是以物质结构形态出现的，所以对他们的信息掌握就非常的少。而这4种种族呢，在地球上生存了几千年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灰人呢是最接近地球的外星人呢，因此在 UFO 报道中被提到的频率是最高的。但是赫勒相信呢，离地球越遥远的外星种族他们的科技应该是最领先的。而这4种外星种族呢，是赫勒确切掌握在地球上活动的外星种族，而其中有2种呢，他说正在和美政府合作。赫勒表示呢，在这个有着众多生物的宇宙当中有许多远比我们更高级的种族。来过地球上的外星人呢，甚至超过了80种，有可能数量在80到200之间，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而很多的人类却自大地认为宇宙中不会存在出人类以外的文明。赫勒还说呢，他接收到一个信息说是有几个外星文明呢在地球上还建立了基地，其中有一个长得特别像螳螂。那记不记得之前宇哥讲过的中国昆仑山事件呢？他们曾经就在那里遇到了长得像螳螂的外星人，而那边的地面呢磁场很不正常，那是不是说明他们的基地就隐藏在那附近呢？他还说那个小灰人那个种族还分很多种，有一种是很高大的灰人，和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那个高大的还有点像人类，特别是有一种外星人的长相和北欧人很接近，他们就算走在大街上呢，你也认不出来。
他说老美呢，则是在1947年之后呢，就已经开始了反向研究外星人的技术了。只不过他们的保密手段比较特殊，将所有的技术呢都分解成了一块一小部分，然后拿这一小部分呢分发给各个实验室进行研究。比如把一块很小的碎片就送到了实验室里让他们试着把它复原。那么这种方法虽然能保证机密性，但缺点是缺乏公开透明的制度，缺乏了一个团队的认知，所以美国的这个逆向研究的进度并不算太快，但是呢，美国还是从中获利了。而有些技术呢，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应用到了军事领域当中了。在被记者问及有哪些外星的技术被应用的时候呢，赫勒说比方说有人工智能机器人、微型的芯片、集成电路，都是数十年前就已经被引入到了美国的工业当中再蔓延向了全球。而在美国呢，所有跟核武器有关的资料都是最高机密。他说，但是外星人的机密是凌驾于核武之上的存在，所以美国的总统都不能够完全的了解其中的状况。根据赫勒所说呢，外星技术的逆向研究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呢，就是研究其能量系统。这是一种名为零点引擎的装置，是一种最新的物理前沿理论。零点能要比核能高出好几个等级。他说，一个灯泡大小的零点能呢，就足以把整个海洋都煮到沸腾。所以现在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粒子对撞机呢，就在尝试在真空中呢验证零点能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技术离真正的运用还有很长的距离。他说，尽管已经有好几种外星人呢在地球上秘密活动了几千年，但自从1945年美国在新墨西哥州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呢，地球上的外星人的活动就开始大量出现了。这一次的爆炸呢，让地球以外几十万光年远的外星人都受到了波及，因为他们都知道了人类拥有了核弹这就代表着宇宙中的这个文明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而外星人认为，那就是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些武器将会对地球乃至整个宇宙的文明造成巨大的冲击。所以在他们看来呢，现在的人类就如同小孩在玩火一样，而人类却不懂得火焰的力量嘛。因此呢，外星人将会在靠近核子基地的地方出现，并对世界上的一切核子设施呢进行调查。不过赫勒表示呢，他并不知道这些外星人的真正意图，似乎他们想要掌控局势。因为美国曾经就发生过一起试爆的这个核弹头出现故障的事件。赫勒还提及了29区的一个地方，他说与著名的51区不同呢，这里从来没有人提起，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29区呢，靠近南加州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这是一个29号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地面特别行动基地。在附近的一个峡谷里呢，士兵已经不止一次宣称看见飞碟了。据说呢，这座峡谷中呢有一个秘密的地下设施，里面就存放着罗斯威尔外星生物的尸体。而在51区的那个基地里呢，则是存放着 UFO 的碎片。他说，在29号峡谷的入口也有一个类似于51区的警示牌，上面写着不允许进入，格杀勿论。他也可以肯定外星人已经知道了他的行为，也就是公开爆料这件事情，而且很有可能呢不止一个外星人知道。他也知道这些外星人都是用心灵感应来沟通的，所以他们可以准确地感知到别人的思想。但这个理论呢并没有得到证实。如今的赫勒住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一个小树林里面生活，他的女儿呢每星期都会去看他一次。他说他并不感到寂寞，因为他知道了外星人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而不把这个秘密告诉大众的话，他说那才是真正的寂寞。而无独有偶呢，刚好在加拿大还有一个男子曾经就近距离的接触过 UFO， 他身上曾经就出现了神秘的图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虽然大多数的不明飞行物事件最终都被证实是来自于地外的太空碎片，或者是人们的视觉幻觉，但是有些事情的真相似乎并不像表面上的那么简单。在上个世纪70年代呢，在加拿大曾经有一次特殊的 UFO 接触，这是加拿大官方媒体CBC 报道的。据说这个人已经成功触摸到了 UFO， 但他的下场呢并不太好。加拿大的斯特凡·麦克拉克呢，在从曼尼托巴省的温尼伯市前往猎鹰湖的途中，他就遭遇了 UFO 事件。之后呢，这个斯特凡的身体状况就非常的糟糕。猎鹰湖的遭遇呢，一直是个谜，没有人能够证实其真实性或者是恶作剧。几十年以来呢，这是加拿大最有名的飞碟事件。这起事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斯特凡·麦克拉克呢，在1967年5月的一天呢，他在加拿大猎鹰湖边搜寻银矿石。据他所说呢，他正往前走着忽然间听到了一个鹅叫，把他吓了一跳。不过当他一抬头的时候便看到了2架造型古怪的飞行器在空中盘旋。根据这个斯特凡的描述呢，这2架飞行器都是一模一样的，通体银色，看起来像一个圆盘。
斯特凡看着2架飞行器呢，同时他们好像也注意到了斯特凡。那么一架飞行器依然空中盘旋，而另一架呢就逐渐的降低了高度，最后降落在一处巨石之上。斯特凡不明白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他只能站在那里啊，继续看着，想要看这2个东西到底要做什么。结果片刻之后呢，原本在空中盘旋的那架飞行器啊，忽然嗖的一声飞走了。另外那架飞行器呢，却仍然停在那里啊，眼看没有什么动静呢，斯特凡就决定啊，我将这个奇怪的东西啊画下来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和笔呢，在上面就勾勒出了整个飞行器的轮廓。斯特凡当时就觉得呀，这种古怪的飞行器啊，很有可能是军方的一个新的发明，所以他没有觉得这个东西啊有什么恶意。他心里想着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在发明啊测试阶段，所以也不想被外人看到。但是他又觉得奇怪的是，如果不想被外人看到，应该第一时间通知自己离开这里吧。但奇怪的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呀，这个飞行器却没有任何的表示。那自己究竟是该离开呢，还是该继续待下去看呢？就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这个斯特凡就决定啊，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个飞行器。当斯特凡走近的时候呢，他就注意到这个飞行器附近的空气的温度啊很高，而且还充斥着一股硫磺味。他还听到了这架飞行器的内部就传出了一种呼嘶呼嘶呼嘶的声音，似乎有某种机械系统啊正在运转。那记不记得宇哥之前讲过啊空中列车的事件呢？这个声音啊就很像火车呀，也是呼嘶呼呲呼呲呼呲。那会不会是同一个东西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小型的舱门啊从旁边居然打开了。斯特凡说啊，从那道门里射出一道刺眼的光芒，他看不清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他能够听见一些声音，但却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斯特凡试图用英语问候，他在门外大喊，但是没有人回答，因此他又换了一种语言，波兰语，仍然没有回应。他又用俄语、德语，依然没人回答。尽管不知道这艘飞船的主人是什么人啊，但斯特凡的好奇心却让他不得不去研究嘛。为了减轻眼睛的疼痛和刺眼呢，他将自己带来的这个防光墨镜就戴上，然后他走向了飞船的入口。斯特凡此时才注意到，这架飞行器的做工精细啊，几乎没有一丝空隙，仿佛是用无缝钢板而打造的。他还把头伸进了这个飞行器里面，发现啊，里面是个迷宫，光线特别强。他想摸一下平面光滑的这个飞行器表面，但是他的手刚碰到那里啊，平板就燃烧起来。随后这个不明飞行器啊，慢慢的就移动了起来，一阵热气喷出啊，居然烧到了斯特凡的胸部。他顿时就感到了一阵眩晕啊，非常痛苦。由于硫磺气和燃烧产生的恶臭混在一起呢，使这个斯特凡啊感觉头晕恶心，他就开始呕吐。随后他的身体就出现了很多不适的状态。当他缩回手一看啊，手套的前端呢已经被烧坏了，同时飞行器的门突然关闭，这个飞行器开始逆时针的旋转。没一会儿呢，斯特凡突然就感到胸口有股力量传来，同时他还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紧接着呢，突然之间他衣服就着火了。就在斯特凡将衣服立刻脱下的时候呢，这架飞行器就立刻飞走。这时斯特凡就感觉到身体啊非常的不舒服，他赶紧就回到了自己的酒店，并联系了自己的儿子。最后根据这个斯特凡儿子的描述呢，他说当他赶到父亲房间的时候啊，立马就闻到了里面充满了燃烧的硫磺味。但可怕的是，这个味道似乎是从他的父亲的皮肤里面散发出来的。他当时就感觉不对劲，立刻啊就将父亲送到了最近的医院。那在治疗的过程中呢，人们就发现啊，斯特凡的烧伤处似乎被印上了一个图案。据后来斯特凡的描述呢，这个图案啊与飞行器外壳上的图案十分相似。那在之后的几周时间里呢，斯特凡饱受啊腹泻、昏迷、头痛的折磨。只是关于他受伤真正的原因呢，始终都没有定论。9个月后呢，斯特凡崩溃了，他发现胸口上出现了一系列烧伤的痕迹的点。而斯特凡的医生呢，送他到梅奥诊所做检查。可是几个星期后呢，这个医生试图去找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诊所居然称他们没有啊斯特凡的文件。事件仿佛啊被谁在掩盖。那么不久呢，这件 UFO 事件呢就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来自不同的组织的调查人员很快也都来到了事发地点。不明飞行物研究员呢，包括爱德华·巴克他们在其中啊。后来呢，人们在事发地点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包括一些似乎融化渗入到了岩石缝隙的金属碎片，而斯特凡被烧焦的手套等等都在其中。但随着相关研究人员的调查和发现呢，这些物品呢都具有高放射性，甚至呢该地区的一些岩石呢也检测到了极高的放射性。虽然没有官方的解释呢，斯特凡呢在1999年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他的儿子以及家人呢至今呢仍然在寻找真正的答案。对于这起 UFO 事件呢，有人认为是斯特凡编造的故事，或者是当他喝醉酒的时候的一种想象，但是也有人说啊，
如果斯特凡为了某种目的制造这样一个复杂的骗局，甚至不惜以健康为代价，那真的是太蠢了。目前尽管有无数的医生、科学家对此次事件进行了调查，至今仍无一人能够证明或者是否定斯特凡的遭遇。而最近呢，经过加拿大官方证实啊，就在今年的2月11日呢，美军战机 F-22居然击落了加拿大领空的一个不明飞行物。紧接着，在2月13日，中国青岛市的即墨区的海洋发展局呢，发给了渔民的短信提醒，里面的内容是称在山东日照的沿海就发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当时具体的位置大概是东经120度51分，北纬35度37分，请渔民在海上作业的时候注意安全。同时还特别指出，有关部门正在试图击落这一不明飞行物，如果有相关残骸落入海中的话，请渔民协助帮忙打捞。这个存在于日照沿海的不明飞行物好像还不是气球或者是飞艇那么简单。从仅有的几段视频和照片来看呢，这个飞行物好像是带灯的，呈现一个三角形的外观。就在今年的2月8日呢，有人就在韩国的西海岸全罗南道的福安郡拍摄过一个类似的东西，同样是一排浮在空中的灯光，又不像是气球或者是广告飞艇，更没有可能是飞机或者是火炮发射的照明弹。那今年的 UFO 事件呢，仿佛又慢慢的开始多了起来，是不是有点纸里要包不住火的感觉呢？而美国的国防部发言人赖德曾经发出声明，就表示呢，美军在2月11日晚间呢，在阿拉斯加美军基地2架 F-22战机密切跟踪一个神秘飞行物。当这个物体进入加拿大的领空后也持续监测着。而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就表示呢，北美防空司令的战机 F-22成功的向该物体就开火，将其击落在了御空省。特鲁多还说呢，正在回收并分析这个物体的残骸。虽然目前呢 UFO 和外星人还没有被证实，但是希望呢不明飞行物的事件呢早日水落石出。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